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乌俄战场方向，乌军无人机部队每天消灭俄罗斯3个营，俄方再设顿巴斯最后期限，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可能在1年内耗尽。据 RBC 报道，俄罗斯2025年全年计划未变，但设定了一个新的最后期限，必须在3月底或4月初抵达顿巴斯的行政边界。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经多次公开或内部设定所谓的最后期限。在乌俄战争初期，由于基辅闪击战失败，俄军转攻顿巴斯。情报显示，普京希望在胜利日阅兵前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全境，以展示胜利。乌克兰情报局曾披露，第一次最后期限没达成目标，普京又下令要求俄军在9月15日前跨越顿涅茨克州边界。结果后续发生了哈尔科夫大捷，俄军的目标又一次失败。后续俄罗斯又提出了多次最后期限，但都没能达成。军事专家分析称，这种最后期限的更迭反映出2个核心矛盾。俄高层频频根据政治纪念日施压，导致一线部队被迫进行不计代价的人肉冲锋。但面对乌军坚韧的防御攻势与高频率的战场监测，俄军的推进速度极度缓慢。这一次的最后期限大概率同样以失败告终。乌无人机部队已确立远程替代新路线。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发表官方声明，提出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计划。布罗夫迪强调，乌克兰必须承认人力资源的有限性，未来的胜机不在于传统的兵力对垒，而在于远程打击规模化。布罗夫迪表示，即便目前每天消灭俄军3个营的兵力，仍无法从根本上瓦解对方的规模优势。乌克兰必须利用科技红利弥补志愿者数量的下降，实现防御体系的去人力化。乌军指挥官的任务重心将转为通过技术手段让人员撤离直接接触的前线，利用无人机集群在作战层面独立完成打击任务。战场之外，俄财富基金储备告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发布报告警告称，俄罗斯维持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柱国家财富基金正面临严重的流动性枯竭风险，资产已从战前的1130亿美元锐减至目前的520亿美元，降幅高达2.5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制裁。目前乌拉尔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36至38美元，远低于俄政府设定的59美元预算平衡点。分析认为，若当前油价持续，该基金的流动储备可能在1.3年内耗尽。如果油价进一步跌至30美元区间，基金最早可能在2026年底彻底枯竭。为维持财政流动性，俄罗斯正在加速抛售其核心资产。2025年，俄罗斯对华黄金出口量猛增至25.3吨，较上年激增9倍，总额突破32亿美元。在出口量创纪录的同时，俄罗斯国内的黄金储备急剧萎缩。截至2026年1月，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持有的黄金储备仅余160.2吨，较2022年巅峰期的554.9吨缩水超过70%。大规模抛售变现黄金，反映出俄罗斯在应对长期制裁与低油价双重压力下的战略急躁。这种牺牲核心储备以获取短期流动资金的行为，证明其战时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堪忧。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结果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